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第一语，我是 Nico。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你们当下的感情状态，你们在接下来的感情发展，以及塔罗牌给你们的一些感情指引和感情建议。那在我们面前呢有4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3组牌、第4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可以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首先第一组牌的第一张牌宝剑1这张牌代表的是你们自身在感情当中，虽然说你们的想法会动摇，但是你们真正想要的不想要的，想做的不想做的，你们是很清楚的。也就是说你们很清楚的明白自己在感情当中想要的是什么，你们的思路会很清晰，而且你们喜欢怎样的人一定是跟着自己的心走的。并且呢这张宝剑1它也代表的是你们未来会遇到那种很聪明的、智商很高的、思维非常缜密、善于权衡利弊的桃花。你们和这种人在一起的时候，去哪里吃什么玩什么他都会提前安排好，你们不需要有任何的思考。因为这个宝剑它就代表的是一种非常强大的这种逻辑思维能力。所以说你们自身择偶的偏好也是倾向于那种非常聪明的桃花你们跟他们在一起的话，你们会很轻松不需要有过多的思考，因为他能够理解你们想要的是什么。这样的话没有太高的这种沟通成本。第二张牌呢，权杖8的逆位。这张牌代表的是你们当下的话，在刻意的压制自身对于感情的向往和冲动可能说你们现在是很理智的，你们能够意识到你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所以说你们不得不把感情这件事情先放在一边。或者说可能你们已经有了一个喜欢的人，但是你们没有表达出自己的这种好感，所以说权杖8的逆位代表的是这种感情感受是被压制的。而且你们的性格的话，即使是喜欢也不会主动的说出来，你们会默默的把这种感情藏在自己的内心当中。所以说我看到权杖8逆位你们一直以来都活得有点压抑。而第3张牌呢，星币2星币2其实代表的是你们自身的纠结，就是你们其实一直都是想要更投入的去爱的，但是有的时候呢在一段关系当中，你们不清楚对方是不是也是这样在爱自己所以你们就会产生犹豫，就会纠结，就会摇摆。你们也很清楚这样的自己总是在乱猜但是又心神不定，会觉得自己表达了一些感情之后就会变得卑微你们很害怕自己在感情当中的这种不对等，所以说你们只是表面上看起来很潇洒，你们内心当中一定是会想很多的。这星币2就代表的是你们内心当中有着很多的对于感情的这种心理活动你们不会表达出来。而且呢这张宝剑8就可以看到这是你们自身的这种脆弱敏感的内心状态。你们身边插满了宝剑，因为这个宝剑它代表的是一种思维和理智嘛，所以说这8把宝剑代表的是你们在感情当中有的时候会过度的解读，或者说过度思考。而且当下的你们对于感情来说，其实你们是被蒙住双眼的，就是说是很迷茫的。有的时候你们会迷失在一段感情当中，会在感情当中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和价值。所以这就是说你们在感情当中有的时候会过分的强调理智从而对自己造成一种内在的自我消耗。而这张吊人牌呢，其实也意味的是你们当下的这种状态。你们可能现在的话身边没有一些合适的桃花，又或者说即使有暧昧的桃花，你们也是不自由的你们就像这个吊人一样被绑在木桩上，这是外部环境对你们造成的一种阻碍。你们现在可能自己也不允许自己去进入到一段亲密关系因为你们觉得可能你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不断的提升自己，
你们会觉得当自己不够优秀的时候，你们是无法承接或者说承担一段关系带来的这种责任的。所以说你们的内心其实怎么说呢？既敏感又骄傲啊！你们一直单身，或者说在这种空窗期，一方面是由于环境的阻碍，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你们内心当中的某种执念，不允许你们全然的投入到一段关系当中。那么这个权杖四的逆位，它就代表的是，你们内心当中很渴望一段稳定的关系，但是好像现实总是事与愿违啊！你们越渴望一段稳定的关系，你们就越会发现，在感情的经历当中，就是越不稳定的，越动荡的。这权杖四的逆位，其实也是你们会发现自己总是没有办法去维系一段长久稳定的关系，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所以说，权杖四的逆位，它就代表的是一种动荡啊，一种不断变化的过程当中的一种成长。那么接下来的这4张牌呢，首先第一张牌就是圣杯一啊，圣杯一的正位。代表的是在未来的3到6个月之内啊，它意味的是感情会有一个发展，因为某个人可能会向你们表达好感，因为手中的圣杯它就代表的是一种爱意的表达，有可能是你们会鼓足勇气向某个人去告白，也有可能是有个人会向你们来告白，所以说这个圣杯它代表的是这种感情、爱情的流动。那么接下来的这3张牌呢，首先第一张啊，就是这个 promotion 啊，它意味的是一种感情运势的发展正在加速啊，在某种阴差阳错的这种事情的推动下，就会加速的流动。而且呢，可能说你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已经有了一个这样的暧昧的人，你们有一定的共同的经历啊，因为你们自身的性格也是需要那种长久的接触才能够日久生情啊，所以说不会让自己轻易的进入到一段短暂的感情当中啊，因为你们渴望的是那种长久稳定的关系。那这张 promotion 就告诉你们啊，接下来你们的感情运势会被加速，可能是和你们身边的某个人的这种关系会有一个飞速的发展啊，在一些事情的推动下。那么第2张牌呢是 individuality 啊，它预示的是在感情当中呈现出来的一种创造性的能量，就是说关于你们的下一段感情啊，并不是说你们2个人每天都会黏在一起，而是说你们会各自有各自独立的事情要做，你们有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啊，也会彼此陪伴，互相鼓励，但是同时你们也会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啊，你们会各自努力变成更好的彼此。所以说这个 individuality 代表的是你们的下一段感情的话，可能一开始会处在一个异地啊，因为一些阻碍没有办法时常见面，在不同的地方，所以说你们需要去彼此陪伴和互相鼓励啊，但是你们又同时就是说能建立紧密的连接，但是又能够各自独立。那么这张第3张牌 confession 就是说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你们未来遇到的那个桃花，你们和对方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发展，是因为你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向彼此坦白了一些内心的想法，你们在某件事情上，或者说经历的某种苦难上，有着深刻的共鸣，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契机啊，你们的感情会 promotion 啊，就是说会呈现一个加速的发展，你们可能会在某个深夜向彼此倾诉，然后放下内心的防备，进而确立关系啊。所以说未来的感情啊，一定是需要沟通或者说某种精神的共鸣来推动的。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2组牌啊。首先第2组牌的第1张牌是这个圣杯7啊，你们当下的状态是很焦虑的，因为你们是一个很现实的人，你们会很容易对当下的现状感到焦虑，而你们的焦虑呢，又源自于内心当中的欲望，因为你们想去到更高处，看到更好的风景，遇到更好的人，所以说你们对生活本身是抱有很热忱的期待的。那这就造成了你们在恋爱当中啊，不仅仅对自己要求很高，对你们的伴侣要求也很高。你们期待的或者说你们渴望的，
那种关系不仅仅是能够互相陪伴，还能够在对方的帮助下，或者说在你们的帮助下，都能够变成更好的彼此。你们渴望的是这种互相促进的感情啊，所以说你们不会将就啊，但是也不会高攀，你们渴望的是一个能够在同一个频率和节奏上和你们一起成长的人。所以说第二张牌呢，星币侍卫啊，这张牌意味的是在未来的3到6个月之内啊，你们可能会遇到一个有着很强土象特质的桃花。那么土象特质的话，最大的特点就是真诚了，他们会把他们自己拥有的最宝贵的一些东西给你们啊。而且呢，这个土象特质的桃花，它在感情当中是有着很强的感情洁癖的，所以说当他们认定一个人的时候，他们会认真的去对待。这个土象特质的桃花呢，要说缺点的话，可能就是倔强了，就是因为他们在感情当中不会去轻易的妥协，就是他们在行动上是很真诚的，但是可能他们在语言上，他们不是很会表达自己的爱意，所以有的时候你们可能会和这个土象特质的桃花在沟通的时候会有一些问题，但是你们会发现他在行动上是非常真诚的，他们会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都给你们。而且呢，这个土象特质的桃花，它在经济上是比较富足的，他们有着自己的事业理想还有目标，志向远大。那么对于土象特质来说啊，缺点就是喜欢钻牛角尖，很固执，有着很强的自尊心，永远都不会轻易的认输，无论是在事业上还是感情上。所以说他们是那种很轴的人啊，很轴的类型，就是明明知道有的事情他们只要在语言上服软就可以解决掉，但是他们明知道正确的答案，但是偏偏就要逞强。所以说这个土象特质的桃花，它的这种带来的一种整体的感觉就是固执，但是很善良很真诚。那么第3张牌呢，圣杯3的逆位，这张牌代表的是怎么说呢？这张牌是你们当下的一个状态吧，就是说你们可能有一点社交回避啊，或者说正在回避人群，你们似乎越来越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了。但是很神奇的一点就是遇到这个土象特质的桃花，偏偏是你们在参加某个聚会啊、活动啊，或者说你们身边的人给你们介绍的桃花。所以说你们现在的能量虽然说有一点封闭，但是当你们能够打开自己的时候，那么新的桃花它就会出现。因为只有当你们打开自己的时候，你们才会去参加到一些活动啊，认识到一些新的朋友。那么第4张牌呢，就是这个宝剑4啊。宝剑4的话，就是说你们现在有一点封闭的，能量是封闭的，有一些情绪啊、执念啊没有得到释放，你们可能很害怕打开自己啊。所以说你们上方的这3把宝剑代表的是你们内心当中的某种很深层次的恐惧。而且呢，这3把宝剑也代表的是你们会给自己的在现实当中制定很多的计划，你们会被这些计划不断的驱使，但是你们的生活也被这些计划所填满。你们在忙着提升自己的时候也似乎也在不断的和爱情擦肩而过。也就是说，你们过去错过了一些可能说暧昧的桃花，有可能进入到一段关系当中，但是因为你们更注重自己个人的发展，可能和那些桃花就擦肩而过了。那么怎么说呢，这张 The Moon 月亮牌，这张牌代表的是你们看似理智啊，实际上在感情当中特别容易上头。一旦你们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你们就很自然而然的想把整个世界都给他们，所以说你们很害怕这样的自己，所以有的时候你们会刻意的把自己藏起来。那么月亮牌也意味的是在晚上的时候，你们整个人会变得很脆弱，很需要感情啊。月亮牌也代表的是未来感情的发展会在晚上的时候，怎么说呢？可能你们是在夜晚的时候遇到新的桃花，或者说你和这个暧昧的人，你们的关系的发展是在晚上的时候啊，可能说你们会有更深入的交流啊。在感情脆弱的时候，会有一个人向你们伸出援助。那么这张圣杯女皇呢，它代表的是
你们的一种状态吧，低调隐秘啊，不再喜欢表达自己，而是喜欢把自己隐藏起来。你们在感情当中其实很容易被打动啊，也很敏感啊。你们需要的是把自己保护起来，能够带给你们保护，能够带给你们安全感和熟悉感的那种类型的桃花。所以说你们内心当中很清楚啊，你们下一段感情一定是奔着结婚去的。你们需要的是长期的稳定，就像家人一样，能够带给你们熟悉和安全，能够给你们提供一个避风港。那么接下来的这4张牌呢，首先第一张牌 Principles， 它代表的是一种原则和底线，就是说你们在感情当中有着很强的感情洁癖啊，这种原则和底线，可能会让你们避免受到一些伤害，因为你们会过滤掉一部分的烂桃花。而第二张牌呢是 Mask， 面具啊，你们现在可能没有勇气去展现出最真实的自我，你们戴着面具在生活，可能说在扮演着一个你们不属于你们自己的角色啊，而且你们对这个角色越发的厌恶啊。你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人啊，他的出现能够让你们真正意义上的摘下自己的面具，让你们能够有勇气活在坦荡和不羞愧当中。有一个人需要去推着你们做出这件事情。而第3张牌呢是 Bridge， 它代表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啊，一个桥梁。牌面当中代表的是你们未来遇到的这个人，他会变成你们的灵魂伴侣，你们之间会有这种很强烈的精神上的连接啊。你们第一次见到对方就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对方他的身上会带给你们一种很强烈的亲切熟悉的这种感觉啊，就像一个久未谋面的老朋友一样，你们有着很强的这种精神上的连接。那么第4张牌呢 Solution 啊，这张牌代表的是一个问题的解决啊，你们内心当中焦虑的事情会在自己发展的过程当中自然而然的得到解决，因为你们命运的剧本啊，会让你们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场合遇到一些特定的事情，然后推动你们人生的发展。所以说问题的解决它都是在你们能够让事情的发展顺其自然的时候，它就会自然而然的得到解决。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首先呢，第3组牌的这张女祭司啊，它代表的是你们现在整个人可能对于感情呈现出一种无欲无求的状态，就是并不是你们不想谈恋爱，而是说你们的心只会对特定的人敞开，可能你们一直在等着一个人，除此之外的话，你们整个人的状态就会像星币4啊这样封闭。那么女祭司这张牌是很有特点的一张牌啊，它就是说它类似于在感情当中是这种冰火两重天，对于你们不喜欢的人，你们整个人的态度会很冷漠，就像是一座冰山一样。但是对于特定的一类人呢，你们又会非常的上头啊，迅速的沦陷。所以对于你们来说，就是你们在感情当中很容易上头，也很容易下头，因为你们是那种很容易去发现别人优点，很容易去看到一个人的闪光点的。那么这张星币4呢，就可以看到啊，你们现在对待一段感情的态度还是非常谨慎的，可能会暧昧，但是进入到一段真正的关系，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啊。你们是需要有一些现实因素的，这种考虑的，你们会有很多的顾虑。而这张星币4呢，其实它给我的感觉是，你们过去应该不是这种状态的。可能说你们从某段很虐的感情当中抽离出来，你们会感觉整个人都被掏空了，就是感觉自己曾经被猛烈的点燃，然后最后感情结束的时候，只剩下了一堆灰烬啊。所以说你们自身对于爱情的憧憬、期待还有热情，似乎在过去的某一段感情当中被消耗殆尽了。你们现在需要缓冲一段时间，让自己重拾对于爱情的那种美好的期待。那么这张教皇牌呢，它意味的是你们未来可能会遇到一个比你们成熟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类型的桃花。
他们在心理上或者说生理上比你们要更加成熟稳重啊，有更多的生活阅历，能够照顾你们，给你们一种安全感。有可能是你们学业上的学长啊，或者说工作的上级，或者说这个桃花他在某些领域比你们拥有更出色的成就。而且呢就是说这个星币6呢代表的是你们未来遇到的这个桃花，就是你们可能会和他会有一些接触啊，而且你们会发现他会在经济方面非常的大方啊，就是很慷慨，能够怎么说呢？能够带给你们这种物质上的安全感。但是呢，从牌面上来看，你们和这个桃花的关系呢，怎么说呢？就是因为这个权杖1的逆位代表的是一种拒绝，就是说你们可能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即使未来这个桃花在各方面都比较合适的情况下，你们还是拒绝了它。可能是因为就是说因为这段关系有着某种现实因素的阻碍啊，所以说未来的这段关系可能就会止步于暧昧。而且呢，这个圣杯10的逆位啊，也代表的是未来你们出现的这个人的话，可能对应的这段感情会无疾而终。有可能是因为对方虽然说在现实层面上是一个很优秀啊、很完美的桃花，但是他们无法带给你心动的感觉。虽然说他们能够让你给到你一种安全感，但是你们可能说你们其实并不想急于进入到一段关系当中，可能说你们还没有从过去的那段关系当中抽离出来。所以说你们希望，即使是你们会心动，但是你们最终经过深思熟虑以后，那么因为这种关系可能说它意味的是深度的绑定啊，所以说你们可能在当下还不想进入到那种太过于稳定的关系当中啊，所以说最终还是会回到孑然一身的状态当中啊。所以说在这张牌面当中对应的是在未来的3到6个月之内的话，可能会有一段露水情缘啊，它不会持续太长时间，但是对于你们来说足够美好，但是你们也会经过一些自己的思考啊，可能说因为自己的一些原因，或者说客观因素的阻碍啊，你们最终可能会主动的结束掉这段关系啊，因为你们对于感情的高要求和高标准，所以说如果在某些方面无法达到你们的要求啊，你们很有可能就会主动的结束一段关系。那么接下来的这几张牌呢，首先第一张牌 fulfillment 啊，它代表的是一种成就。就是说你们现在的这组牌的话，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整体的心思还是在自己的学业和事业上，你们渴望取得更高的成就啊，为此你们甘愿以自己感情上的牺牲作为代价。那么第二张牌呢，就是 investment 啊，它代表的是一种投资啊，你们坚信对于自己的投资才是最好的投资。所以对于爱情的话，我看到你们现在可能并不是很渴望进入到一段关系当中啊，你们坚信的一点就是你若盛开，清风自来。而第三张牌和第四张牌呢rebel 啊，它代表的是一种反叛或者说反抗。就是说可能我们在这组牌面当中抽到的你们在未来遇到的那个桃花，或者说可能现在你们正在接触啊，有一些暧昧的桃花，你们似乎并不是不喜欢这个人，而是说不喜欢那种太过于稳定的生活，或者说你们并不是很喜欢那种一眼能望得到头的生活。所以说你们主动结束掉那段就是说未来可能会出现的那段暧昧的关系，也是因为你们想要通过自己的方式去 rebel， 它代表的是一种反叛和反抗，你们想要获得更多的自由。而且呢，我们牌面当中抽到的这个女祭司啊，就是说你们未来遇到的那个人，虽然说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合适，但是呢，女祭司啊，你们的心只会对特定的人开放。所以说即使是出现这样的一个人，如果你们没有足够心动的感觉，你们可能也不会去选择进入到一段关系当中。所以说你们在感情当中是非常理想主义的。那么这张 slipper 呢代表的是你们内在的某种特质是沉睡的，在未来会有一个特定的人把这种特质所激活，你们内在的性格
它是有开关的，只有特定的人出现才会释放出你们从未展现过的一面，甚至是你们从未意识到的自己内心当中的某种特质。所以说从牌面上我看到你们未来一定是会遇到一个很特殊的人，他能够激发你们的另一面，甚至是你们没有意识到的那一面。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4组牌。首先第4组牌的第1张牌权杖5的逆位，它代表的是一种混乱啊，你们正处在一个混乱的时期当中，可能正在准备某件很重要的事情。权杖5的这种混乱呢，你们外部的环境可能有一点混乱，或者说你们自身的状态和能量有一点混乱。权杖7对应的是在最近一段时间啊，你们在学业或者说事业上会处在一个很忙碌的状态下，整个时间被安排得很满，而且呢，权杖7意味的是你们在接下来可能会认识到一些新的朋友，你们需要去过滤、挑选，并且会有一些合适的桃花出现不要着急的去否定，而是要先接触试试看。那么在接下来的话，我们看到牌面当中的这个星币女皇，还有权杖国王。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星币女皇和权杖国王呢，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典型的、非常般配的强强联合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吧。首先呢，星币女皇的话，当你们想要去爱的时候，你们是很炙热的啊，即使是有一些现实的阻碍啊，或者性格的矛盾、生活的摩擦，它都不能阻挡你们的脚步。你们在感情当中是非常需要那种归属感的，就是知道对方是需要你们的。而你们手中的这颗星币呢，代表的是你们的坚定啊，你们会坚定的选择，爱，也会坚定的放弃爱，因为一旦你们看不到未来，你们就会果断放手。所以说你们自身的这种土象特质啊，其实你们在最上头的时候，也同样会保留一定的理智和现实层面的考量。那么这个权杖国王的话，对方是一个能力很强的桃花啊，你们也不差啊，所以说你们彼此的能量，你们都具有这种高频率的能量，会彼此互相吸引，而且会互相成就。那么我们抽到的这一张审判牌的逆位呢，这张牌代表的是一种很强烈的业力啊，就是说你们在未来的3到6个月之内会遇到的这个权杖国王很有可能会是你们的双生火焰。权杖国王的话，它是一个火象特质的桃花啊，表面上看不动声色，内心当中有着很炙热的感情啊，不甘于现状，所以说他们对于人生啊、事业上的发展有着很高的理想，而且你们彼此的这种学识和教育背景会高度相同。而且呢，这个星币女皇的话，你们自身在择偶上面是很慕强的，而对方恰好又能够满足你们择偶的，或者说对于伴侣的要求和标准，因为他们的出现能够督促你们好好工作，或者说好好学习，因为他们自身就会以身作则，在自己的领域当中会是一个很努力、很认真的榜样。那么对方的话，他是一个很有想法的桃花，而且他们从小到大的环境呢，可能是他们在这种竞争很强烈的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所以说他们会是一个组织当中表现最出色的那一个，而且呢，这段感情当中呢，会是对方主导，对方来引导你们，帮助你们成长。那么这个星币女皇呢，就是说你们给到对方的爱是很沉重的，因为你们自身就很优秀，一般人没有办法接住你们的这种感情，因为你们的感情同样也伴随着很强的责任。但是这个权杖国王，他因为自身有很强大的能力，所以说他们能够接住你们的这种感情或者说责任。而且呢，这一段感情虽然说可能过程会有一点坎坷，但是你们很有可能，你们两个人会彼此扶持啊。如果能够经历，就是说如果能够共同克服这些坎坷的话，那你们两个人很有可能最终会终成眷属。那么而我们抽到的这张隐士牌呢，代表的是我们在牌面当中抽到的这个桃花，那么它会
拿着一盏灯来到你们的身边，也就是说，它的出现就会像是一束光一样，能够帮助你们走出某种困境啊，或者说能够帮助你们走出某种情绪的泥潭。那么这张 Knight 骑士啊，就是说对方会像骑士一样去保护你们啊，对方的出现能够帮助你们抵御这个世界上的糟糕的能量。而第二张牌呢是 Choice， 选择，就是说你们在彼此遇到之后呢，会面临到一个很重要的选择，有可能是你们接下来做出的这个选择会让你们遇到这个人，因为你们做出的这个选择，就会让你们进入到人生的新的阶段，或者说新的环境当中啊，随之而来的就会是新的桃花。而第三张牌呢是 Commitment 它代表的是一种承诺，就是说你们两个人在确定关系之后，会彼此做出承诺，让你们的关系变得更加的稳定。而第四张牌呢就是 Instinct，一种直觉啊，就是说你们可能会想会问，就是说这个你如何才能确定他会是你们一直在等着的那个人啊？但是你们的直觉会告诉你们答案的。因为你们看到对方的第一眼，你们就会觉得就是这个人了。你们的心会向特定的某个人打开，会对特定的某一类人产生一种很强的感应啊。它就像一个能量场一样，必须就是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人，他自身的能量场就像一把钥匙一样，能够打开你们的内心。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请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